還在煩惱箱根的交通嗎？這支影片將帶你了解箱根周遊券的使用攻略，從搭乘浪漫特快號欣賞沿途美景，到乘坐海賊船遠眺富士山，2天1夜的精彩行程，只需1張票就能暢遊箱根熱門景點。前往箱根地區有2種票券可以選擇，箱根或是富士箱根周遊券。這2種票券的主要差異在於使用天數和地區。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地圖吧。大部分會從新宿出發，然後以逆時針的方向遊覽箱根，通常安排2天的行程。需要從新宿搭乘小田急線到小田園站，再轉車前往箱根湯本，車程時間約115分鐘。不過，只要加錢購買特急券，就可以從新宿搭乘小田浪漫特快號，直接抵達箱根湯本，車程時間約80分鐘。不只省時，而且保證有座位，還可以搭乘景觀列車，享受沿路美景。在影片的最後，也有周遊券及小田浪漫特快號的購票教學哦。大家早安！我們現在人在小田浪漫特快號的車上，但是因為第一節車廂前面4排座位沒有搶到，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到第5排5A 跟5B 的座位。我覺得坐在這邊也很好，蠻空曠的，中間還有一個走道，所以說你在視線上其實看過去的即視感會更寬廣。我剛才有發現，在第1跟第2列的座位旁邊的窗簾是沒有辦法拉下來的。所以如果你今天遇到太陽光很大，你就要必須面對直曬。如果你今天第1排的位置沒有搶到，我建議你也可以第5排的位置，因為就是同一個車廂，我們只是在景觀窗戶的後面一點點的位置，但是還是一樣可以看得到整個的景觀。總之我覺得整個搭乘體驗是非常的好，列車的行駛之中，沿路上有非常多的美景。你剛剛不是說出發的時候很像要坐迪士尼遊樂設施，就有點像是遊戲列車準備進入山洞，好像有點不太真實。真的很值得，你可以花一些小小的錢來坐小田浪漫特快號。如果說你没有要逛箱根湯本站，其實對面你就可以直接搭登山電車上去強羅。但是呢，箱根湯本這邊它有蠻多的溫泉旅宿，這邊也有商店街啊，還有一些伴手禮店，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停留一下，在這邊逛逛，然後再坐登山電車上去強羅。大家看看，天妇罗超大，蝦子天婦羅有很濃烈的蝦子味道，而且我吃到這個口的話，那種裡面竟然有蝦米，好可愛。小蝦米它終於探出頭了。我剛剛吃第一口的時候，其實會有一點點的蝦味，不知道從哪裡竄出來。我吃到第2口的時候才知道，那個蝦米原來它是遍布在這裡面，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，不是只有單純類似像台灣花枝丸這種味道，是它帶有很濃烈的蝦味，會慢慢一點點的釋放出來，覺得還不錯，這一個蠻推薦的。還沒有進來這個提拉米蘇店的時候，他想說，那個 logo 看起來有點醜，他就不要進來了。你看看那個，大家看一下 logo， 哦，中年偶地上。在日本非常多甜點，你會非常的受它的誘惑，所以我們又忍不住點了一個提拉米蘇。我覺得這提拉米蘇好像一個小房子，對，就很可愛。你看它做多精緻，我就捨不得去吃它了。我覺得它如果拿去送人，其實也很可愛。它就跟一個小提袋這樣，然後我們先打開它的封印，什麼封印？歐吉桑的封印，要釋放歐吉桑了。打開之後，它是玻璃瓶的，它是瓶子還不錯。現場要吃，它會給你湯匙，而且它很貼心的，它是給了2個湯匙，那個湯匙看起來是木質的，也蠻環保的，真的很文青耶。這間，我覺得它層次上沒有這麼的豐富，上面鮮奶油的味道是很好，但是它下面的蛋糕可惜有一點點，沒有太多的口感，也沒有太多的味道。以提拉米蘇來說，我覺得它很普通，但我覺得這個就是適合拿來送禮啦，因為外觀很漂亮，但是它的酒味也沒有很濃，我覺得就是一般安全牌的提拉米蘇。我在車站的伴手禮店有看到，本來想買，沒想到可以先試吃。
那我就不客氣了。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有店讓你試吃，而且就放在那邊的很大塊哎，它都不怕整個被吃完嗎？是不是該拿一杯咖啡來配？沒有，不要這樣子啊！就是如果好吃，我們单單買一包回去分享給親朋好友。它上面是有杏仁片，有點像我们吃的那個杏仁餅，它下面是吐司脆脆的那種吐司。但是我覺得口感其實是想得到的。不過還好，你看後面有多少人在試吃，是造福人群，是點佛心來的。我们来到香根一個非常有名、專門賣蕎麥麵的名店，但來之前其實我有點concern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人說這邊的服務生的態度不好。我剛來這邊的時候，我發現到他們服務生超級熱情，是那個老奶奶，但是他們都非常熱情，上來跟我說，要怎麼吃啊，很熱心來幫我加茶。我們大概10點半多來，下面1樓就已經坐滿人了，超多人，已經坐到2樓去了。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來吃的，我會建議你可以在用餐時間再早一點過來。然後如果說現場要排隊的話，你是先到前面有個本子，你就先去登記，他會叫名字。而且我覺得剛好1樓太多了，你到2樓外面那個景隔了個窗戶，你那邊吃蕎麥麵超有 feel 的。我覺得這邊的視野真的太讚了。它出嘗一下它蕎麥麵的口感，然後你麵條要 Q 彈很多，它入口超滑順。我發現它的醬汁的味道調味不會太重，你還再加點咖喱跟蔥一起下去吃，非常的清爽。還有點一個是天婦羅的，聽說它炸蝦蠻厲害的，好大一隻。我看它那個蝦子很 Q 彈。有一些天婦羅外面有裹外衣，所以裡面的蝦子可能就很小隻，或者是說蝦子的品質不好，但是一吃蝦子肉超 Q 彈的，那蝦子超大隻的，這也是我目前吃過品質最高的炸蝦天婦羅。蝦子肉超鮮甜、超 Q 彈，就很紮實，非常好吃。我覺得很 perfect 欸，因為蕎麥麵好吃，天婦羅也好吃。因為這個好特別。那什麼？它是魚骨頭的鮮貝。我以為是剩飯剩菜耶。你不跟我講，我說你常說剩飯剩菜弄成魚骨頭，好啦，它的竹籃子其實蠻可愛的。现在是什麼情況？前面是沒有路的，他等下帶你去彼岸島，好奇妙！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景象，結果現在往後開了。雕刻之森是日本第一個戶外美術館，不像大部分的美術館在室內，這裡把藝術品放在戶外展示，可以一邊欣賞藝術，一邊呼吸新鮮空氣，將藝術和自然結合在一起。美術館也有許多互動型體驗作品，無論是大人小孩，都能在探索藝術的同時，感受其中的樂趣。刚刚看起來很像是那 M&M 巧克力掉到地上，但是讓我比較 shock 的是，它竟然是做軟的，是小朋友坐在上面會非常的舒服。我剛剛以為這個椅子是硬的，它有點軟軟的耶，真的好像糖豆人。那往前躺，有舒服嗎？不錯。你找到你的床了，我幫你把棉被拿過來，你就在那邊睡一晚好了。舒不舒服？有沒有？這邊。這是狗吃屎吧？那狗吃屎。先目測一下，應該是1層、2層、3層、4層、5層，應該是6層樓。還好，繼續走，是單向道，走上去就不能往回頭了。還好嘛，輕輕鬆鬆就到了，不會累，真的還好。老公在下面。問我的老婆，請問你現在幹嘛？現在放骨湯啦。你覺得不是把腳放到水溝水？溫泉，但是裡面沒有溫泉魚。那你試看一下溫度怎麼樣？
我試試看哦。來了，夺命香雞腿。哦，好舒服哦，溫度剛剛好。直接穿燙的夺命香雞腿，是不是？而且是免費的，对不對？是免費的，但是如果說你要買毛巾，你在旁邊買毛巾一條就是100塊，現在可以擦腳。我們現在逛完雕刻之聲，當下感受會覺得說這邊的地很廣，很多一些藝術品。因為我們前幾天剛好都在東京的市區，所以有一些都市上的紛擾，但是來到這邊你會放下心來，好好的站在每一個藝術品前面，你好好想想，因為這個藝術品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。再加上這邊的環境都維護得很好，因為聽到很多鳥叫聲，很多茂密的樹木，你會覺得這邊氛圍打造得很好。我覺得來這邊也很有趣，因為我們不是非常懂美術藝術，但是我們看一個作品，每個人會有其他不同的想法。就像剛剛那趴在地上的人，你說他是什麼？剛剛老婆說他是狗吃屎，但是我從不同角度上去看的時候，我會覺得他是不是在那邊沉思，或者說他有什麼挫折，就整個人趴在那邊。這樣一講，我覺得我剛剛講狗吃屎非常 low 不會啊，你當下看你表達出來的感覺，我覺得那就是你自己主觀的意思，沒有對跟錯。我覺得來這邊你就放下心來，說不定會激發一些創意。你不要故意講得那麼震驚哦。你剛才去爬體能之戀好玩嗎？輕鬆 easy， 真的還好，沒有想象中那麼可怕，只是小喘而已。我反而覺得下來比較可怕。為什麼？我覺得有一點點懼高症的下來會害怕，因為你下來時候還是有一點點空隙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色，我就覺得好可怕。然後旁邊因為有煮湯嘛，你就跟朋友你猜拳輸了，爬了10次之後又去泡煮湯。煮湯如果還不夠的話，就旁邊喝咖啡。我覺得來到東京近郊的地方，你就應該抱持着活在當下的心態，享受這邊的空氣，這邊的每一個景，聽一下鳥叫聲，呼吸一下這邊草跟樹木帶給你的新鮮空氣。我覺得這趟旅程就值得了。我們现在人在強羅站，那強羅站算是一個交通的樞紐。如果說你是想要隔天早上馬上搭箱根的登山電車上去早雲山，就可以住在強羅這邊。如果你有富士箱根周遊券，來強羅公園的票是免費的哦。看到有一群小學生在幫能登半島的地震去募款，當下有個 moment 就說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捐。為什麼？我們也來日本旅遊好多次，他們的服務品質、他們的道路建設、他們整體的旅遊環境，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的好，一直對日本有一個很濃厚、很深刻的感情，在記憶中是沒辦法抹滅掉。雖然只是一點小錢，但是能盡一點微薄之力，我覺得也是希望說我們台灣人可以把心胸更開放，可以去幫助到世界各地的人，不一定是限定日本，因為我們之後雙小夫妻會去世界各地的旅遊，我們也是希望說可以捐獻一些小小的一些心力。大答案。我們現在是8點18分，因為我們要搭第一班的登山纜車去早雲山，那第一班的時間是8點25。早雲山的2樓有間雲朵主題商店，除了有可愛的商品，還可以到戶外展望台欣賞美麗的山景。這邊附設的免費足湯，讓你像在雲朵上感受暖暖的泡腳體驗。因為今天早雲山到大勇谷這一段的空中纜車它在維修，所以它就有替代的巴士帶我們再去大勇谷這一站。大勇谷是箱根的代表性景點，這裡的地形獨特，可以看到地熱噴口持續冒出白煙。來到這裡一定要吃吃看黑色雞蛋，據說吃一顆黑色雞蛋可以延壽7年。剛才看到那黑色蛋上面是木炭色澤的，蛋本身就是對身體很好。來這邊可以吃到原始的食材，就是透過當地的天然的地貌去做成的蛋，蠻新奇的啦。它裡面還有一個鹽包，這一袋多少錢？4顆蛋是500塊日幣。哦，就是雞蛋，就是一般的雞蛋。而且它這邊有很多黑色的食物，可能是因為想要配合黑色雞蛋，還有黑色的包子。刚拿到的时候，我突然間大師眼一皺，你確定不是在整我？就往面挖水泥，你就直接給我吃一坨。
它是有加竹炭的，黑色香草双淇淋。挖冰淇淋的師傅跟你有仇是不是？為什麼？對，我覺得他很隨便。你看我的雙淇淋是歪的。沒有，這不是日本人故事拍過，因為他們是非常嚴謹的，他可能上面冰淇淋角度是有一定的規定。他沒有。是濃郁好吃的，我覺得每一次來日本吃冰淇淋，口感、香氣都非常的足夠。那我跟你說，男女朋友來約會，你千萬不能點着吃，因為就剛剛吃，整車已經發黑了，嘴唇發黑。那我们现在在大永谷食堂，在大永谷車站的2樓，它是早上10點半才營業。这边比较特別，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這邊的用餐規矩，你不能先進來占座位。對。為什麼會有人進來占座位？這邊景觀非常美麗，有的人一定會忍不住，哇，我先去占座位再來點餐。可是他這邊規定是，你要遵照他們規定，先付完款，先點完餐，你再去坐座位。他發現你占了位置，他會要求你從頭再排隊一次。聽說他的咖喱很厲害，我們這次就點了豬排咖喱飯，來試試看它的味道到底有沒有像他說的一樣那麼特別。因為我在還沒吃之前，我會抱持着一個預先的立場，這邊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景觀餐廳，它的分量我覺得有點小，而且包含它拿鐵跟飯量比較沒那麼多。它這價格是分量偏少，因為我跟薛仁非常愛吃咖喱，請薛仁大師來評比。它的咖喱醬是好吃的，因為它有一個果香味特別的明顯，然後再帶有一點點偏辣。但我覺得小朋友應該不會喜歡這個味道，小朋友會喜歡比較甜的沒有辣的，這個是比較適合大人吃，因為有點微辣。它的味道是比一般日式咖喱還要再濃烈一點。那你吃看看那個豬排，它的飯吃起來比較軟，豬排炸了可以，但是只能說及格。它的麵衣至少是酥脆，肉質是比較扎實、有嚼勁的，中規中矩啦，但沒有到非常驚豔。我覺得吃反而不是重點，你可以近距離看一下大永谷它火山溫泉的地貌。它這景觀餐廳是看不到富士山的，它這邊主要是看一邊是早雲山，一邊就是看大永谷的景色。我覺得還蠻特別的，可以朝大永谷的景色這邊看，因為比較少看到面對着火山吃飯。那你心裡會嘎嘎的呢？等一下會不會怎樣？坐纜車跑啊！繼續從大永谷搭乘纜車前往桃園台，我們要準備去搭海賊船啦。纜車中間會停靠老子站，這個中繼站不用理會，繼續待在纜車上就好。箱根海賊船是遊覽蘆之湖最經典的方式，從船上可以欣賞富士山和湖中鳥居的絕美景觀。今天天氣算蠻涼的，加上沿海的地方啊，風會比較大。3樓算是戶外的，所以大家一進來就是衝2樓搶位置，所以2樓就是滿滿的人。那你今天有帶長輩來，還要趕快排隊，讓他們去坐座位，因為船程的時間大概40分鐘。40分鐘。如果說你想要有一個比較好的體驗感受，你也可以考慮加錢進他們的特別船室，因為人比較少，所以它裡面比較有座位。我覺得有時候花點小錢讓自己的體驗感升級，我覺得也是讓這個旅程畫下一個很好的逗點。就是我們來的時候，這個季節其實不算旺季，但是人潮出乎意料的多。對，你知道座位就坐滿了，所以如果說是旺季，那還得了。那我們在原箱根港下車，因為我們要去那邊的箱根神社，走吧。原箱根站下船之後，就沿着這邊的道路走，看到一個奇怪的怪人。那沿着湖岸線走，就可以到箱根神社啦。哇，這邊樹好高，進來神的領域了。我們主要目的就是要去看湖上的鳥居，所以大家要走一小小段的路，有一點點的上坡，訓練一下你的肺活力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走，你就去租那個鴨鴨船，從鴨鴨船游到那個神社拍一拍就鴨鴨船了。搞不好鴨鴨船腳力更累耶。對，你看我都船成那樣子。那我覺得你可以挑戰一下鴨鴨船，看我這邊過去跟你這邊過去哪邊比較快。外面有樓梯，其實可以下來，只是還是會碰到車子的車道，要穿越一下。但因為今天鳥居沒有開放，可惜哦。即使湖中鳥居沒有開放，神社仍然值得走一趟哦。這座神社被高大的樹林環繞，
營造出自然而神聖的氛圍。龍神水是當地著名的天然水源，水質清澈，據說能淨化心靈，帶來好運。有鑑於我們剛才沒有辦法去拍到水上鳥居，我們實在不甘心，我們來搭天鵝船，我們要直接游過去拍了，對不對？狗狗店員今天來服務你，狗狗店员。2個人推我到手，好，他說他已經叫主人來付錢了。主持人来收錢了。所以我們等一下策略搭天鵝船，直接直奔水上鳥居拍照。我們現在要開始搭上黃色的小鴨鴨，準備前往水上鳥居。右邊。那個主駕駛你有什麼感想？我就開始有一點累。對，如果你今天爬上神社，你覺得体力上消耗不夠，你可以來這邊踩一下鴨鴨船。30分鐘靠過去那邊，然後再倒回來差不多。整個学人已經開始呈現疲憊狀態了。大腿好炸！如果你真的不想走，你就去租那個鴨鴨船。來，我們加油，10把勁，加油！要去遠一點地方，不能太靠近鳥居，我要拍得遠一點。拍到鳥居了！鳥居就在這邊，跟你講，花點小錢，但是其實蠻累的，也不是說很輕鬆就可以拍到這鳥居，因為我看到有人超過那個警戒線，然後來拍照。但還是有人闖進去。對啊，我覺得還是一樣遵守当地的規則啦。畢竟你還是要尊重他們當地文化。我們花點小錢來這邊拍照，然後又可以體驗一下互動的樂趣。你走太圈了，走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我去来這裡。耶！謝謝小鴨鴨。這幾天逛下來，會覺得箱根它是一個，你可以看到山景，你可以看到湖景，你也可以在高山森林中享受神社的吸收芬多精的感觉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带長輩，或者是說你今天带小朋友，我覺得他可以在1天之內看到不同的景色，我覺得是還蠻值得過來的。原因是因為這邊的規劃其實都非常的完整，它的引導，你如果真的要上廁所，或者是你要吃東西，甚至說你要坐接駁車，其實這邊的引導都非常的順。我覺得真的超酷的，我們從地下到山頂，從山頂再到湖裡，從湖裡再繞一圈，就再到神社。我覺得這個繞的區域真的非常的廣。好天氣你也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如果你像我們一樣要再去富士山呢，就可以考慮買箱根富士周游3日券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都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，我們夫妻會竭盡所能的回答你們一些相關問題。我們現在在小田急的旅遊服務中心，你記得要來這邊換成實體的票券，但是它這邊的營業時間直到4點，換票你要到人工窗口去兌換這個票券。剛剛他有跟我說，因為這段時間寶雲山原本是空中纜車，但是因為它在維修的關係，所以轉到這段改成用巴士來代替。到時候會依現場的狀況，工作人員也會先跟你說明說哪一段可能它在維修中，或是說它最後的營業時間是幾點。所以其實來這邊他也會告訴你注意的事項，他還會跟你確認你要使用這個票券的時間是哪幾天跟日期，然後他拿到這張票就可以用這個去搭交通工具，都是用這張出示票券就可以達成。剛剛在買票的時候，工作人員他有問我說，你要不要加購小田浪漫特快的票？因為這個是特級的線跟指定席的座位，但是我已經有先事前買好了，所以我會還蠻建議大家可以再加錢做特級，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新宿這邊的人潮非常的多。我搭小田浪漫特快，它有指定席，你就不用擔心沒有座位的問題，加上我們又有大型的行李，以及不用再轉車，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其實在東京轉車非常累，所以我就直接花錢做特級。在購買小田浪漫特快號的座位之前，要先確認已經有購買箱根或是富士箱根周遊券，購買鏈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。因為小田浪漫特快號需要有基本的車票，
再加上特快車票才能搭乘。在網站上點選預約購買，購票是開放1個月內的座位。舉例來說，今天是10月13號，最多只能訂到11月13號的票。雖然頁面上有顯示11月14號，不過是無法購買的，要等到10月14號台灣早上9點，也就是日本的早上10點才開放購買。確認出發時間、車站、人數後，按查詢空位，選擇有觀景座位的 GS1 列車，座位種類選擇前眺望座位，選擇購買，按下一步，選擇指定的座位。下一步到付款頁面，輸入電話及 email， 電話可以輸入台灣手機，信用卡結賬完成後，顯示的畫面記得列印或截圖，到時候直接搭車，不需要兌換成實體票券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